男人看着离开的阿振，竟直接笑了出来。他已经看穿了对方的弱点，这种默契很明显是从阿宇那里来的。被问到是否放过阿振，阿宇说阿振只是个小角色，抓他也没多大意义，不如把目标放在阿振的父亲身上。他偷偷联系了金龟莉的助手，没想到金龟莉势头汹汹，阿宇不得不连连道歉。原来阿宇是想调查阿振父亲名下的艺人公司，他们利用毒品控制旗下艺人，所以决定先从女艺人着手。阿宇办完事后去超市购物，却偶然发现自己被跟踪了。原来阿振已经搬到张艺轩办公室，阿振被提升了，心情很好，甚至觉得自己可能成为最年轻的检察官。想到张艺轩的话，他不屑一顾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让人监视阿宇。阿宇不是去超市就是去老人家品茶，或者和父母在店里聚餐，看起来完全没有心事，这让阿振感到困惑，也让他放松了警惕。但这时阿宇已经找到了明秀，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天。明秀又展示了他惊人的洞察力。接着明秀没等阿宇回答，直接递给他一份文件，一看是阿振父亲公司的逃兵名单。这份资料来的正是时候，大大帮助了阿宇的证据收集。阿宇助理平天感叹不已，也礼尚往来的回应了。这正是明秀调查案件的关键证据。两人深夜畅聊后一起回家，此时路过的两个人引起了阿宇的警觉。他注意到后面的男人手里拿着绳索，预感即将有事发生。他们立刻追了上去，沿着声音寻找。阿宇很快便发现了谋杀现场。明秀负责照顾女孩，阿宇则直接找到那人，没有多说便动手了。不一会儿就把对方制服了。不久，女孩的家人也到了医院，但来的人阿宇非常熟悉，从韩美那里得知，女孩是那位大叔的女儿，在大学时是韩美的补习学生，两人从那时起就相熟。阿宇却心事重重。不久，他们就一起坐在餐厅里。阿宇直截了当地开门见山，坦白了自己的身份。听后，对方却漠不关心，立刻起身离开了。事后，韩美很是困惑，阿宇向来稳重，为何突然这样做？说完就不解释地离开了。这位不修边幅的大叔，原来是与赵太谢齐名的黄议员，还曾经是赵爷的上司，两人原来是对立的。这次赵爷的行动，直接是针对对方下的手，本想直接破坏赵爷的计划，如今却被多年的秘书背叛。黄老对此感到非常困惑。秘书解释说自己辛苦工作了8年，可对方从未谈及晋升的事宜。赵爷听后不由得调侃对方，劝他不要那么固执。直到那一刻，他突然想起了阿宇的话。傍晚时分，他独自一人去湖边钓鱼，阿宇找到了他。他开始解释自己的立场。作为检察官，他是从谣言中寻找答案的。然后他站了起来，接着掏出了一份涉及高层人员、子女免服兵役的黑名单，恳求对方公开这份名单，希望借此重回政界。听完这番话，黄老也站起身来，看着这位心怀壮志的年轻人，他心中已有了决定。黄议员拿着名单在博会上力挽狂澜，凭一己之力动摇了整个议会。原因很简单，在场的许多人都在这份名单上，他们也收受过各种贿赂，议会顿时乱成一团。听说了这件事，阿正知道麻烦来了，急忙去找那些被他逼迫的人。从其中一人那里得知，检察官已经知道了阿正是幕后黑手，他赶紧去找被关的张艺轩，寻求他的帮助。张艺轩怒吼着给了他一个主意，明白了之后，他直奔赵爷的住所。当时赵爷的府邸已经挤满了高层人士，大家都在求赵爷帮忙。赵爷答应了，并立刻扬言要立威，明确告诉他们最后的退路是他。很快众人纷纷散去，阿振也赶到了现场。他拿出了一份关键的保命资料，赵爷没有查看，直接给了他一个后路。出门后，阿振正好遇到赵爷叫来的次长。很明显，这种跨阶级的求救让次长很不高兴，他正要开始责怪对方，却被秘书打断了。秘书把次长带进屋里，赵爷拿出了一个名单。在大家面前，赵爷虽然答应了救援，但只救自己的亲信。次长回去后立刻找到阿宇，随手把名单交给了他。这份名单就是他之前给黄议员的，但里面重要的人全被删掉了。阿宇回到办公室遇到了阿振，他直截了当地说，自己的逮捕令是金龟下的，里面的问题显而易见。面对质疑，阿宇不愿承认。快到赵爷那里，讨论了如何平息关于高层腐败的舆论。看着无计可施的大家，赵爷用手遮住一个人的嘴，开始举例说明，与其安抚民众，不如转移民众的注意力，让他们不再考虑高层腐败。其中最有效的办法，就是散布政府要大幅提税的谣言，老百姓忙于生计，自然就忽略了其他事。等风声过去，再趁机清除腐败分子。赵爷这一招真是剜心去骨，不仅让舆论消散，还让自己的心腹掌握了各种职位，自己的地位变得更加牢不可破。果不其然，阿宇这边的阻碍越来越明显。调查阿振时，对方坚决否认一切，最后无罪释放。原因很简单，
之前约好的女艺人突然逃离国外，转头看阿宇这边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调查那些不太重要的小角色。这样的结果似乎早在黄议员的预料之中。他拿到名单后就知道这招打不倒赵爷，他只是想借此机会稍作改变向赵爷倾斜的局面。没想到赵爷借势而为，这一举措反而让他声名大噪。看着黄老失望的样子，阿宇却依旧信心满满。此后阿宇带人去了父母的店。自从阿震被宣告无罪后，金龟利气的七窍生烟，阿宇只好一再安慰他。这时候他们看到了电视上的新闻，原来赵爷为阿震指的生路就是投机取巧，甚至把递交受贿名单的背后推手全都揽到自己头上。听完新闻后，他们更是愤怒不已，看着大家都很沮丧。阿宇坚定地说完这些，明秀举杯的那一刻再一次激发了大家的斗志。第二天解决麻烦后的阿震去感谢张艺炫，对方也借机提出赶紧救他出去。阿震答应后立刻去找阿宇，出人意料的让他在案件中做手脚，还特意提到对方出狱后想成为律师。听后阿宇开始盘算，他立马前往监狱去见那个被捕的富家女。阿宇直截了当的说是来帮他的。原来自从张怡炫被抓，就把所有罪名都推到了富家女头上，只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。阿宇建议他学着点，然后假装自己怀孕了。这出戏一演出，马上就被媒体炒作了起来。此时坐在办公室的次长一脸冷漠，心里已经打定主意，决定尽快处理张怡炫这个麻烦。于是就指示阿宇，让他快点解决张怡炫的问题。不久后庭审开始，有力的证据和舆论导向，张怡炫被判了7年有期徒刑。这一切都被阿正看在眼里。另一方面，赵爷那边正在忙着安排一件大事。小雅很快接到消息，他的大哥被人强行拉走。本来不想让病重的父亲知道，但他的二哥却抢先一步告诉了父亲。知道了一切的会长坚决要让小雅加入公司管理，此时已经不容小雅拒绝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同意。然后他找到了阿宇，阿宇还不知情，从小雅那里听到了这消息。小雅在诉说，她只想做一个普通女孩，不想卷入兄弟姐妹间的争斗。看着伤心离去的小雅，阿宇马上叫住了她。他走上前直接握住了对方的手，然后在路边给她送了一个小熊。小雅感动得不行，满脸幸福地离开了。刚一回到家，就看到两兄弟在吵架。小雅赶紧上前去劝架。这时候大哥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，是关于小雅经营公司的决策。兄弟俩立马开始质问小雅，然后冷嘲热讽地走了。小雅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。这时大哥气冲冲地冲出了房门，想到现在的落魄，他立刻做出了决定，很快就来到了赵爷的府邸。赵爷询问他的诉求，心里暗自高兴，立刻与他达成了合作。看着他离开，赵爷开始策划下一步。助手和秘书都明白了，当天下集团的公子找到赵爷，请求赵爷帮他清除障碍，甘心向赵爷俯首称臣。赵爷开始着手计划把天下集团纳为己有。他去找了病危的财阀会长，告诉会长他大儿子刚来找过他，求他帮忙成为新的掌舵人。赵爷向会长保证，一定让他的长子成为国家栋梁。听着赵爷的虚伪承诺，会长直截了当地打断他，明确告诉赵爷，他这么做不是为了国家，只是想让他成为一个唯命是从的哈巴狗。会长坚定不移，赵爷索性关了电视。原来他已经把天下集团会长病重的消息公开了出来，并建议他尽快退位。面对赵爷的威胁，财阀会长目光锐利，坚定的回应。就在双方气氛紧张时，小雅突然出现在门口，得知赵爷要见会长，他急忙赶过来，担心赵爷的话刺激到他病重的父亲。赵爷出门时被众多记者围堵，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对峙，只知道这位政界重量级人物来探望了病危的会长。同时阿宇也在电视上看到了这条新闻，得知财阀会长病重，小雅之前的告别也就有了解释。他立刻查看手机，发现小雅已经加入了公司高层，这和他前世的记忆不一样。不止这些，之前赵爷秘密保护的明星突遭不幸。第二天阿宇就看到这位女艺人的死讯，这一系列动作他太熟悉了，因为他前世就是这样被害的。处理完这些事情后，赵爷开始布置新的任务。检察长立刻召集所有检察官，要求他们迅速与天下集团切断关系，全力调查天下集团，还收走了每位检察官的通讯设备，专门成立了特别调查组。可见此次调查的严肃性。很快财阀会长的次子也阿震发来了邀请，会长一看消息就心知肚明。很明显，赵爷在除掉长子之外的所有继承者，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小雅。小雅来找，承诺一定要把哥哥救出来，却被财阀会长严厉斥责，告诉他别掺和这件事。话还没说完，就接到了财阀会长来访的通知。会长一个人来到赵爷面前，却直接跪下了。作为韩国顶级的财阀会长，
居然在政坛巨头赵爷面前跪求，祈求对方放过自己的儿子。但面对这位将要病危的老人，赵爷一点也不心软，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听完这位年迈的老人，眼神立刻变得冷硬，他慢慢站起来，悄无声息地掏出一个录音设备，设备里传出一阵声音，正是年轻时作为检察官的赵爷，用财务造假威胁会长，为自己的竞选提供支持的证据。听着会长临终前的威胁，赵爷怒火中烧，却不敢表露，只能无奈地妥协。财阀会长刚走，手下立刻提出要除掉对方。赵爷考虑了一下，最终还是同意了。不久，手下带着人马走了出去。看着他们离去，秘书的脸上露出了不同寻常的表情。此时审讯室里，阿震正在审讯会长的儿子，正因为审讯而忙碌，突然感觉头很疼。这时阿宇突然推门入，他命令阿正立刻释放对方。同时会长那边也得到了消息，他只是秘书明天召集三兄妹，决定把继承人的位置交给小雅。小雅也恰好这时赶到，会长反复嘱咐他，为之前让他放弃平凡生活道歉，要求他从明天开始来这里工作。小雅随后离开了，但他没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面。小雅开车离开没多久，一辆黑车紧跟其后，车上是他的下属和打手，随着注射了不明液体，监控仪器的数字停止跳动。不久，阿宇在电视上看到天下集团会长去世的消息，这一刻他才意识到自己的介入已经改变了历史。因为上一世会长去世的时间本应比现在晚得多。很快，阿万陪同阿宇去了会长的府邸，看到憔悴的小雅，赵爷送来的花圈非常醒目。阿宇心里清楚，感到讽刺。悼念完会长后，小雅站起来送阿宇离开。然而阿宇突然的道歉让小雅感到困惑。阿宇没有解释，只是说会帮助小雅。这些奇怪的话让小雅更加困惑。目送阿宇离开，小雅对这个她暗恋的男人开始有了怀疑。离开后的阿宇开始盘算，尽管是因为自己介入导致财阀会长提前去世，但赵爷的接下来的计划也差不多。对此阿宇早有准备，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，他绝不能让赵爷的计划成功。于是他立刻找到了经书，分享了自己的计划。因为这次天下集团的调查很快就会因为财阀会长的去世而草草结束，长时间忙碌的检察官们心里肯定不满，次长的威望也会不稳。然而次长身上找不到任何线索，因此可以转向调查次长太太的 JK 建设，他的儿子也涉嫌不少腐败行为。金叔听后立刻表示怀疑，毕竟没有次长的直接犯罪证据。和金叔确认了行动计划，阿宇找到了韩美，看着他正在准备天下集团继承人的报道。阿宇直言不讳，天下集团的继承人不会是会长的大儿子。阿宇说完立刻停了口，转而请他帮个忙，让他写一篇文章，标题是天下集团将迎来小雅领导新时代。听到这个计划，韩美立刻表达了疑问，但阿宇向他解释，天下集团的财阀会长指定的继承人是小雅，他从不向赵爷屈服，并且管理能力非常出色，所以现在新闻都是关于他兄长的。赵爷在背后捣鬼，看得对方一头雾水。阿宇就直接告诉了他。韩美听后完全震惊，不是因为消息的震撼，而是担心阿宇的安全。他终于明白了阿宇之前为何找他帮忙，即使劝说无效，韩美只能开电脑。阿宇离开后去了老人家，告诉老人他要动用继承的钱，然后找到阿万，把所有地产都卖掉换成现金。面对那些能源源不断产生收益的地产，阿万很不理解。果然，阿宇回到检察厅，收到了停止调查天下集团的通知。其他检察官也露出不满，这让副长焦头烂额。看着焦虑的副长，阿宇立刻提出换个调查目标，建议调查半岛银行的爆炸案，以此平息人们的情绪。但副长很快就否决了这个提议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半岛银行和赵野关系密切。被拒绝的阿宇似乎并不介意，他这么做只是想在副长心里种下一个念头，提醒副长他在检察厅也有底牌，用来保护自己，作为对抗赵爷的筹码。与此同时，小雅也搜集到了关于阿宇的情报，看到他拥有那么多财产，自己却投入了那么多感情，老同学小雅越来越觉得神秘，他已经搞不清楚对方接近自己的真正目的了。于是他决定找阿宇摊牌。自己的资产被一语道破后，阿宇看起来一点也不惊讶。随后阿宇透露，他存钱的目的是为了对付赵爷。面对小雅的劝说，阿宇立刻回应，赵爷很快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对付四分五裂的天下集团。他向小雅保证会帮助他击败半岛银行的代表，那也是赵野管理资金的人，同时他手里还握有天下集团15%的股份。回去的小雅显得不太自信，她不确定自己能否掌控天下集团，也不知道能否与政界切断联系，连他父亲都未曾做到这一点。不久，小雅接管天下集团的消息传开了，
得到阿宇支持后，小雅逐渐恢复了斗志。这一切也被公司的资深员工看在眼里，他们清楚会长的决断，也都纷纷表示支持小雅，这让小雅信心倍增。而副长这边的处境则非常艰难，他多次请求赵爷恢复对天下集团的调查，但都被赵爷一一拒绝，甚至召来了自己的竞争对手。副长明白这种震慑的意图，他知道赵爷的目的是让他明白，检察总长的人选众多，他只会选择最顺从的那个。怒火中烧的副长立刻叫来阿宇，经历了一番激烈的过程，阿宇毅然答应了。这时阿宇突然意识到，次长和赵爷之间的矛盾已经明显，他马上去找金书亮，直接告诉他自己接下来的打算。这次的事情非同小可，连经验丰富的他们也不得不小心行事。第二天，阿宇就来到了赵爷的住所。很快，他在秘书的引领下见到了赵爷。阿宇一开口，赵爷一头雾水地追问原因，阿宇却开始谈论自己的信念，说他一直与上级合作，这与赵爷坚持的原则一样。他说着掏出次长的资料，只是他秘密调查半岛银行的案子，解释说半岛银行的负责人大宝持有天下集团15%的股份，实际上是赵爷名下的。赵爷领会了他的意图，默默地撕毁了案件文件，询问阿宇想要什么利益，但阿宇说他无所求，再次强调是按自己的信念行事。老谋深算的赵爷却不相信，他只是下属密切监视次长，同时暗中调查阿宇的真实目的。但是调查阿宇的人并不知道，赵爷已经让人调查了，半岛银行的次长也留了一手。他找来阿正，让他近期密切关注阿宇的行动，并承诺事成之后帮他父亲保释。离开赵爷府邸后的阿宇立刻把计划告诉了黄议员，让他暗中帮助自己。之后他还见了一位与此案件关系深厚的人。阿宇很紧张地告诉韩美，自己即将抓捕一个大恶人，但这可能会牵连到我的朋友。可是阿宇还没来得及说话，韩美已经抢先开口了。他说自己之前就接到了黄议员的电话。韩美并不怪阿宇，反而坚决地对他说，这个案子成功与否，韩美最终都要面对舆论的责任和家庭的变化，但现在剑已在弦上，无法回头。阿宇不能再考虑私情，他去了拳击教练的俱乐部，见到了金龟莉两个人。他把次长妻子经营的 JQ 建设的罪证交给了他们，请他们帮忙调查，因为他们的上司正是和次长平级的检察长。完成这件事后，他们也能改善上司对他们的看法。赵爷那边也弄清了阿宇的背景，从研修院以榜首成绩聚到边缘小城。赵爷立即分析出阿宇是为了接回经书，自然而然地认为他早就是经书的一伙人，所以才想把次长拉下马，好让经书东山再起。这时赵爷也开始犹豫，是给阿宇一些好处，还是让他为利用自己付出代价，让他去调查 JQ 建设的幕后信息，即使这次调查会遇到重重阻碍。于是阿宇立刻向赵爷提了一个请求，他的请求是借用议员的秘书，这让赵爷感到很疑惑，毕竟秘书是赵爷的得力助手，从未离开过赵爷半步。但阿宇表示只需要秘书出面，整个过程不需要说任何话。阿宇这次来到了监狱，他是来看望一个人的，那人就是他亲手送进监狱的张逸轩。张逸轩曾是次长的得力助手，他知道次长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，但张逸轩绝不轻易合作。阿宇坦白了自己现在的身份已非昔日，他现在是赵爷的人。张逸轩听后竟是哭笑不得，曾经不起眼的小检察官，现在竟攀上了高高在上的赵爷。阿宇请求他协助调查，张逸轩看到来人是赵爷的亲信秘书，当场都傻了。虽然难以置信，但他还是压下怒火，把所有的证据都说了出来。走之前，张逸轩还特意提醒了阿宇。说完，他快步离开了。阿宇走出监狱，马上把录音交给了秘书。这一招，连秘书都忍不住开玩笑。阿宇和秘书一起离开，同时阿震也得到了手下发来的照片。看到照片中阿宇和议员的秘书同行，阿震心里掀起巨浪。阿宇回来后，很快就被次长召见了。次长询问他关于半岛银行的调查，阿宇把收集到的证据都提供了出来。次长在此时提出邀请他一起去吃晚餐，到了地点才知道，邀请他们的正是赵议员。两人很快就坐下了。聊天时，赵爷突然问起阿宇最近的调查案件。阿宇目前手上只有2个案件，一个是涉及议员的半岛银行调查，另一个是对次长不利的 JQ 建设调查。现在无论真话还是假话都不能说，这场危机终于暂时解除了。赵爷又隐晦地说了几句，开始说黄玉元的势力难缠，但阿宇的能力很出众，抓小贼对他来说易如反掌。饭局结束后，赵爷率先离开，次长夸奖阿宇后也离开了。次长刚走不久，秘书又来找阿宇，把他带到赵爷的府上。通过阿宇刚才的表现和秘书的帮助，赵爷确认了他的猜想，阿宇有能力拿下次长。回家的阿宇把张怡轩的录音备份给了金龟莉，开始搜集证据。
明秀负责处理半岛银行的案件，阿宇找到阿万，让他利用所学，安排他在一家公司工作，同时全力收购 JQ 建设的股份。阿宇的计划紧锣密鼓的进行，负责监视阿宇的阿正坐不住了。对次长回答问题时，故意隐瞒了阿宇的行动。显然，阿正开始怀疑次长的立场。他立刻找到阿宇，给他看拍到的照片，询问阿宇的行为是否的赵爷同意。阿宇没有回答，直接指出是次长让人监视的。今天他突然收到了小雅的消息，被告知自己调查的 JQ 建设和赵爷的半岛银行有资金往来，这是小雅传来的关键信息。得知这个特别消息后，阿宇马上联系了金叔，两人开始商讨应对策略。这消息让助手特别激动，但金叔却持不同看法。现在两个案件之间似乎有联系，赵爷可能很快就会做出决定。话还没说完，阿宇就接到了议员秘书的电话。挂断电话后，赵爷询问阿宇接电话时的反应，得知他语气很平静。其实早在之前，赵爷已经从手下那里了解到情况，手下以为次长是自己人，就违规为他提供了贷款。现在事情已经发生，半岛银行和 JQ 建设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，所以特意打电话让阿宇停止调查。但此时的阿宇丝毫不敢沮丧。房门突然被打开，明秀带着关键证据赶来。不管是半岛银行还是 JQ 建设，他们已经掌握了所有必要的证据。说罢就给金龟利打了电话，把证据发给了他。东部检察长一直和次长是对头，听到这消息后，他毫不犹豫地大力夸赞金龟利，称赞他是东部的正义检察官，赞不绝口。这突如其来的夸奖，是因为这次调查可能彻底打垮次长，检察总长的位置对他来说已经唾手可得。东部长立刻命令金龟利开始调查，没过多久，他们就冲进了 JQ 建设，直接找到了次长的儿子。次长得知这一切后，完全慌了手脚。晋升在即，家人却惹出这么大的麻烦。冷静了一会儿，副长马上给秘书打了电话，但电话却打不通。原来赵爷也同时收到了消息，他赶快召见东部检察长，命令他释放副长的儿子，并停止对 JQ 建设的所有调查。东部长显然不甘心，这对他来说是摆脱副长的大好机会。这还是东部长首次违抗赵爷，但见赵爷发怒，东部长只好灰溜溜地走了。尽管东部长已答应停止调查，但秘书这时指出，他手下有2个特别固执的检察官，他们根本不懂得妥协。一连串的不顺让赵野开始怀疑，在过去的几天里，总感觉有人总是比自己先一步，提前采取行动。这时东部长回到办公室，只得无奈地告诉金龟利停止所有调查。但正直的金龟利勃然大怒，说完这话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刚回到家，却见助手慌慌张张地跑出来。他告诉金龟利，突然之间出现了一名掌握关键证据的证人，原本一直不接电话的他突然联系了自己。于是两人决定分头行动，一人去找证人，一人留下拖住东部长。但助手到了约定地点，却碰到了一个阿宇很熟悉的人。那人一开口就劝他放弃这次案件，助手怎么可能听劝？不一会儿就被打得遍体鳞伤，看来再劝也没用了。打手又掏出了他那熟悉的工具。原来阿宇白天跟金叔聊过后，就已经做好了准备，他只派阿硕和阿万去保护金龟利和他的助手。助手出发的时候，两人分头采取行动。阿宇得知消息也是阿万告诉他，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阿宇耳朵里。突然出现的神秘人让他吃了一惊，打手马上质问阿宇是谁。阿宇告诉他，自己是他曾经杀过的那个人。杀手听后并未动怒，声称自己干这行多年从未失手。这番话让阿宇摸不着头脑。不过阿宇已经准备好战斗，多次演练终于派上了用场。这场生死对决不是一般的擂台赛，两人战得难分难解。杀手突然不守规则，猛地一击，阿宇中招后处于劣势。这时警车的警笛声响起，两人只好停止交战。在救出检察官后，金龟利也急忙来到医院。这时阿宇突然阻止金龟利报警，他俩决定放弃这次调查，赶紧去释放检察长的儿子。金龟利以为阿宇是担心他们受伤，所以才让他们不要插手。没想到阿宇接着说，阿宇显然已经有了新的计划。这时赵爷正在安慰检察长，一个下属冲进来告诉赵爷打手这次失手了，决定查清楚是谁阻挠了他们。调查还没开始呢，阿宇就率先走进了门，直截了当地问了起来。赵爷听了不但不生气，反而笑了。阿宇继续说自己的想法，他说他只是想搞清楚事实，这次是来寻求一个指示的，是继续调查此人还是就此罢手。赵爷别无选择，只能让他放弃。赵爷没有回答，表示处理打手的事情自己来。阿宇正准备离开，赵爷对他说自己已经把检察长提拔为总长。阿宇面无表情地听着，赵爷询问他对于想要推翻的人突然晋升的感觉。
阿宇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。赵爷对阿宇的回答非常满意，提出要给予回报。阿宇的答案还是一如既往。很快，阿宇接到了金龟丽的电话，次长的儿子已经被释放了。赵爷也在同一时间得知了这一消息，他开始重视这个果断且勤勉的检察官。比起他过去的种种，这次的作为实在不同寻常。他在这几个案件中的表现，甚至让赵爷都感到措手不及。但通常咬人的狗是不会叫的。阿宇的无欲无求，一直让赵爷保持警惕。他立刻指示下属，在检察院内找一个同样不同凡响的人，结束自己的使用，用来牵制阿宇。这个人必须是思维敏捷且善于洞察人心的。而在检察院里，能担此重任的只有一个人，曾经是同一阵营的盟友，现在却变成了敌人。这样的变化让阿宇也感慨万千。但明秀又告诉他，在成为敌人之前，他会帮他先把检察长拉下来，这样两人的较量才更公正。他们之间的这番对话，源于阿宇离开赵爷府邸之后，回到检察厅，阿宇被次长叫去见面。次长让他停止调查半岛银行案，并交给他一个新任务，那就是逮捕东部的检察官鸡哥。他联系了国会的黄议员，把次长儿子的 JQ 建设腐败资料给了他，让他转交给国会的泽哥，目的不是要曝光这件事，而是想影响泽哥和赵爷的关系。尽管阿宇表面上这么说，但其实私下里打的是泽哥的主意。当泽哥去找赵爷，赵爷跟他说自己会介入选举总长的事务，泽哥当然拒绝了这个提议。但赵爷早就准备好了，拿出了泽哥的腐败证据来要挟他。泽哥无奈只好答应。但回去后，泽哥越想越不是滋味，于是拿出黄议员给的名单，找到东部的检察长鸡哥，两人开始合作，一个想阻止总长，一个想稳固自己的地位。这时候赵爷叫次长过来，告诉他内定的事情已经准备好了，只要在听证会上表现好就几乎稳赢。然后又拿出泽哥的把柄，让他彻底调查清楚，决定何时曝光都听他的安排。这个任务自然就交给了阿宇。谁知阿宇有自己的小算盘，他找到了黄议员，递给他泽哥的腐败证据，建议黄议员在泽哥倒台后接任职位。黄议员考虑了很久，最终同意了。在见泽哥时，黄议员面不改色地听着他的计划。对方计划表态听从赵爷，却在听证会上要公开赵爷的腐败内幕，给赵爷致命一击。但精明的赵爷怎会那么容易上当？对方明显是想利用他，如果告发赵爷失败，他就会立刻被赵爷抛弃。他表面上答应了，心里却在打自己的小算盘。很快听证会的日子到了，所有检察官在走廊严肃地目送副长已被内定为副长。此刻他也难抑心中的激动，他整理了一下衣服，英姿飒爽地迎接自己的权力时刻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这时候的一场记者会正在举行，金叔正在揭露副长 JQ 建设的腐败，两个事件同时在进行。就在大家都以为副长要晋升总长，时不我待，黄议员揭露了同步的新闻报道，直指副长。这番直接的提问让副长目瞪口呆，他求助地看向赵野，对方却故意别过脸去。副长很快找到了赵野，事情突如其来，措手不及，赵野只好让他学阿正。本想求荣，结果儿子被送进了监狱，次长别无选择，只能答应。他直接找来阿宇，命令逮捕自己的儿子永日。与此同时，在国会里，泽哥怒斥黄议员，质问为何没按约定办事。这时秘书急匆匆来报，没想到自己的丑事已被曝光，他急忙打电话给鸡哥。这时阿宇已把次长的儿子逮捕了。看着电视新闻，赵爷的宅邸也曝光了，这位是赵爷的智能，帮他打倒泽哥的人明秀。事后明秀找阿宇喝酒，告诉他自己原来是浪费时间，现在却找到了更有趣的活儿，告诉阿宇不用担心往日的努力白费，他会帮阿宇赢得胜利。原本以为对方会是复仇之路的重要助力，但今天却是两人关系的分水岭。就在1天前，明秀找到赵爷，赵爷夸他眼神锐利，和他父亲一样深邃。明秀的爸爸是前总理，因陷害悲痛而终。看着才华横溢的明秀，赵爷认为他能担大任，他交给他一项任务，询问他能否完成。明秀立刻答应，提议逮捕那些陷害他父亲的财阀。赵爷犹豫不决，明秀表现出了极强的自信。赵爷听后心里一动，他悄无声息地试探明秀的野心。对比阿宇的回答，他有了答案。赵爷心里已经有了决定，他便给了明秀逮捕财阀的机会，并承诺帮他规划未来。离开赵爷府邸后，明秀去找阿宇，并坦率地告诉了他一切。两人的直接对决也即将开始。随着次长的倒台战幕正式拉开，电视新闻很快报道了这一切。黄议员手持阿宇提供的资料，在新闻发布会上进行公开，直指次长的违法行为。东部检察官金龟丽紧接着出击，指控次长滥用职权，帮助他人逃税。然而这些资料在赵爷这样的权力顶峰看来，理然能轻易的澄清，
但他意识到事情可能不止这些。当次长找到赵爷，赵爷毫不犹豫地表示会帮忙。这时秘书关掉了电视，电视上的人正是韩某。他以次长的私生女身份出现，向公众揭露了父亲的行径。这一行为犹如重磅炸弹，次长呆立原地，久久不能自已。这时赵爷心中怒火中烧。次长回神后，立刻表示会全力解决问题，说着就要跪地求情。赵爷一声怒吼，次长心里彻底凉了。毫无疑问，他已经被冷酷抛弃。送走次长后，赵爷立刻联系了阿宇，命令立即逮捕次长。电话很快就挂了。问到阿宇是否问过原因，但是得到了否定的回答。行动果断，不询问原因。赵爷想起这个无欲无求的年轻人，心里不由得生出戒备。回到检察厅的次长似乎早有预感，他非常平静地被阿宇拘捕，很快被带到审讯室。在重重打击下，次长看上去老了10多岁。成了弃子的次长没有反抗，疲惫地承认了所有罪行。随后阿宇召开了新闻发布会，公开宣布对次长的惩罚。电视前的赵爷看着阿宇镇定自若的发言，心里也开始打算，赵爷手下的人或多或少都被他握有把柄。但面对阿宇，他开始感到不安，于是吩咐秘书找出阿宇的弱点，以此控制阿宇。阿宇不知情地来到酒吧，看着默默支持自己的韩美，阿宇不由得有些心疼。安慰韩美之后，阿宇回到自己的餐馆帮忙。那天，一位漂亮的女士出现在他的餐馆，她说她远道而来尝美食，但找不到回酒店的路，于是请阿宇送她一程。阿宇并没有拒绝。送她离开的时候，他似乎感觉到了些许不对劲。此时阿宇还不知道，这位女士是韩国最大的军需供应商。在那之前，赵爷已经找到了她，让她用美色诱惑阿宇。对此，他不屑一顾。但赵爷警告他不要小看对手，强调只有掌握了阿宇，才是他成功的关键。美女走后，阿宇也离开了，一路上被阿万跟踪。阿万忍不住又开了玩笑，感慨阿宇身边总是美女环绕。这时阿宇接到了小雅的电话，见面时小雅向阿宇透露，赵爷一大早就找上门，威胁他退出集团会长竞选，否则对天下集团的调查将无休止。他还和小雅的哥哥合谋，打算用半岛银行的资金来争夺股份，他的手下掌管着这些资金。为了对付小雅，已经动用了银行的所有资金。小雅立刻表示，他愿意为阿万提供资金支持，来跟对方斗争。西装革履的阿万带着大笔资金，开始游说 JQ 集团的高层购买股份，但与银行竞争资金不是明智之举。阿宇于是转换策略，他找到了金融管理院长，直截了当地揭露了对方的弱点，迫使对方在这个时候对半岛银行的资金链进行调查。院长别无选择，只能答应。这一招立刻见效。办公室的大普得到消息，半岛银行的资金已经取不出来了，原因是金融监管在关键时刻出手了。资金管控调查突然发起，大普直接愣住了。对方为什么在这关键时刻突然来个调查，毫无预警？想到赵爷之前严厉强调的不能有失误，他开始心里盘算起来。虽然表面上大普代表着半岛银行，但实际上他是个黑帮成员，逼到绝路的他可能会做出意想不到的举动，可能会露出破绽。阿宇的计划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，但金叔这边突然出现了问题。当阿宇提出下一步计划聚焦大捕时，金叔却因时机不对拒绝了。阿宇虽然心里有疑问，但并没有太放在心上。直到接到黄议员的电话，他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。原来早在之前，金叔就被赵爷邀请过，要他加入自己的队伍。回来后，金叔却明确拒绝了。到了总长上任的那一天，这位赵爷点名的总长，出乎所有人的预料，金叔之前明说不全力竞争，如今却亲自站在这里。不止这些，上台后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次长的案子交给阿震，然后把他调到一个无关紧要的案子。回到办公室，金叔的秘书甚至气坏了，原因竟是让他辞掉检察官职位。两人都感到非常困惑，但阿宇并未就此放弃。尽管金叔不让他调查次长，他还是可以进行调查，直接调查赵爷的半岛银河。与此同时，赵爷的手下找到了大普，嘱咐他务必搞定 JQ 建设的收购案。此时大普的资金链已经出现问题，但他却一字未提，坚称自己能够处理好。面对大难临头，大普马上去找小布帮忙。小布原本就是黑帮出身，办事从不择手段，两人开始合作，打算诈骗贷款，然后把贷款的相关人员全部抓起来。这次大普只需要30亿，其他的钱都让给小布处理。然而他们的一系列动作全被阿宇监控到了。与此同时，老吴也抵达首尔，他们为老吴安排了接风宴，几人开始讨论作战计划。不久他们便来到小布的公司，深知小布是黑帮背景，老吴显得有点不安，但阿宇却信心满满。这时阿硕也到了现场，看着曾经一拳打倒自己的阿硕，
老吴害怕地摸了摸自己的脸。人员到齐之后，阿宇便昂首阔步地走进屋里，小布的呵斥也没起任何作用，他只好叫出手下。随后1场多对2的大战爆发了。不久后，阿宇把小布带到拳馆。小布一开始还以为没被带到警察局，还显得有些狂妄，但阿宇的回答让他彻底心寒。阿宇的威胁和诱惑正中下怀，最终小布老老实实的录了音。录音刚刚结束，金叔就带着人冲到拳馆，然后他直接取得了案件的控制权，但又一次被金叔阻止。于是阿宇直接上门找到金叔，他透露了金叔此举的真正目的。原来老吴已经把所有事情告诉了阿宇，金叔之所以一再阻止阿宇，是为了保护他们避免受伤。他清楚阿宇的行为肯定会引来赵爷的追杀，于是他决定接任总长的职位，准备独自面对一切。不久后，赵爷接到了通知，小普被捕了，半岛银行的大普也牵连其中。此刻半岛银行也在接受调查。赵爷怀着杀意询问大普的下落，却得知他已经失踪。金叔这边也得知大普失踪的消息。这时金叔接到阿宇的电话，阿宇正在单独前往寻找大普。金叔急忙试图阻止他，但阿宇坚持说情况紧急，继续前行。凭借前世的记忆，阿宇确信知道大普的埋身之地，现在只能与时间赛跑，力争在杀手到达前找到大普。果然，杀手如期而至。这时的大普正在买尸体，准备伪造自己已死的证据。杀手一进屋就解决了大普的手下，但完全没找到大普的踪迹。他们不知道两人正藏在窗外，问话无果，他准备动手杀人。阿宇正要出手阻止，一声警笛打断了现场，两人迅速撤离现场。大普随后被带到审讯室。虽然两人属于不同阵营，但都清楚只要大普离开这里，赵爷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。阿宇却不慌不忙，他提出请给他1周时间来考虑。这时赵爷已经召唤金叔来到面前，一开口就要求释放大鹏。尽管金叔是赵爷府上的总管，他却完全不听赵爷的命令，坚持要将正义进行到底。说完他就转身离开了。老谋深算的赵爷怎么可能留下一个不服从的手下？他立刻召来了东部的检察长鸡哥。鸡哥满脸讨好，但金叔刚上任不久，让金叔下台还需要时间。此时金叔正在召开部门会议，他明确表示要对抗赵爷。他的亲信对赵爷都十分畏惧，一个个选择了保守行事。等大家都走后，阿宇悄悄地走了进来。这时金叔也明白了，面对强大的赵爷，任何人独自作战都不可能胜出。他让阿宇随意行动，自己会坚守检察长的职位。与此同时，此时赵野在资金争夺 JQ 建设失败后，开始将目标转向他争夺的山脉。原本阿宇约了明秀喝酒，不料却被一个美女搭讪。明秀从洗手间回来时，那女人只好走开，两人继续聊天。阿宇的眼神不时追随那位美女。等明秀离开后，他主动走上前去搭讪，两人边喝酒边聊天，很快就变得很熟络。就在这时候，阿宇突然提议找个私密点的地方。很快他们就到了附近的酒店，半瓶红酒下肚后，两人的氛围立刻变得暧昧。这时美女开始提到阿宇的检察官身份，她希望阿宇能帮她介绍一些高层官员和政客。说到这里，阿宇突然询问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，女人的猜想全部被否定。于是他好奇地反问。听完后，阿宇的脸色顿时凝固。他原来是韩国顶尖的军火商，但通常不露面，他的身份也鲜为人知，这也是赵爷指派他来勾引阿宇的原因。阿宇之所以知道，全因为他在前世得知了这些信息。作为检察官的同事也在调查此事，但那同事却遭遇不测。不止这样，调查此事的同事后来也被杀。阿宇借前世的教训提前做了准备，他拿出对方军火交易的违法证据，用这些证据要挟对方加入自己阵营。但美女深知赵爷的厉害，她反问阿宇，如果把这事告诉赵爷会怎样？阿宇毫不畏惧，他拿出手机告诉他，和赵爷交易的军火商不止一个，一旦出事，美女也会成为牺牲品。然后阿宇又说，如果与他合作，他仍可继续做生意。在阿宇的威逼利诱下，美女最终同意了，随他一起离开韩国，双方的交易也因此达成。事后美女去找赵爷的手下，准备好的文件交给了对方。下属看了之后非常震惊，美女的详尽回答也让他安心了。赵爷拿到阿宇的把柄后感叹不已。这时秘书突然传来一条消息，已经查明了，正与赵爷争夺股权的是外面的赵爷，立刻指示联系对方。阿宇这边通过小雅也得知了情况，意识到前方是个陷阱，他再三嘱咐阿万不要外出，连电话也不要接。但阿万知道，如果不去，阿宇的真实身份很快就会曝光，于是偷偷准备前往。不料阿万的计划全被阿硕告诉了阿宇。此时的阿宇、秘书和下属都在等阿万，却没想到推门而入的是看到坐在面前的阿宇。赵爷也吃了一惊，
他努力平复情绪，对阿宇说，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国民。阿宇已经厌烦了对方的伪善，忍不住笑了出来。餐桌上，两人气氛紧张。赵爷要求阿宇脱下检查服，阿宇则开始挑选赵爷的牢房。两人谈话不欢而散。阿宇准备离开，这时赵爷突然提醒他。听后，阿宇匆忙出门，立刻给阿万打电话，电话却没人接，急忙让阿硕到处寻找。此时阿万已经被带到天台，赵爷的手下强迫阿万加入他们，并拿出了阿宇的秘密文件。在一阵威胁之后，阿万迅速答应了，杀手才放了他一马。这时阿万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，阿万对这个问题特别执着，手下给了一个眼色，杀手走上前，直接把他抱起来，接着从他口袋里掏出手机。被发现的阿万束手无策。随后阿宇到了医院，医生出来时轻轻地叹了口气，那时的阿万已经变成植物人了。阿宇躲在厕所里痛苦不已，他后悔没能预见到这一步，后悔自己的无力，后悔把阿万卷入这场剧中，但现在已经无法挽回。赵爷觉得这还不够，现在已经确定了敌人是谁，他决定要立即采取行动。他让秘书查阿宇的通话记录以及他周围人的关系。阿宇很快就看到了检察厅的通知，老吴和池前辈被调到金山，韩梅也打电话来告诉阿宇他突然被派到日本。办公室里的员工走了进来，两人正在整理东西。这时电话突然响了，金龟莉和助手也被调走了。阿宇再次感受到赵姨的强大，现在他的亲人都四散各地，情形就像前世一样，变成了孤军奋战的人。他回忆起和大家的往来，想起阿万年轻时的朝气，想到金龟莉在法庭上的飒爽英姿，她像女英雄一样，想到明秀头脑灵活，抱负远大，想到了虽处于边缘但嫉恶如仇的金叔。而阿万现在却躺在病床上，其他人正在收拾行李。当找到黄叶的时候，也被告知了他身边的亲人都受到了打压，这让大家都不敢靠近黄叶。这样的结果超出了阿宇的预料。他对黄野说自己也曾后悔，如果当初能放过赵野，就不会有人受伤甚至丧命。但时间不可能倒流，过去的已无法改变。这时赵爷召见了明秀，特别交代他完成一项重要任务。不久后，明秀就进了阿宇的办公室，看着空荡荡的办公室，明秀忍不住开了个玩笑，但他还是坚定地说明了自己的任务。当金叔知道阿宇和赵爷正式对峙时，他第一次显得有些不安，而阿宇却显得很平静。现在的局势显然已无法由金叔掌控，只能让阿宇全力以赴。他找到了天下集团的小雅，把阿万手中的 JQ 建设股份全部转交给了他，而这正是阿万早已准备好的。得知此事后，赵爷对阿宇非常失望，于是命令金叔让阿宇去美国深造。没想到阿宇立刻答应了，但在离开之前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摆平赵爷的心腹金市长。在金市长办事的路上，阿宇挡住了他的去路。两人后来到了天台，阿宇开始提问，阿万是不是被对方害成了这样？金市长毫不畏惧，他问对方打算怎么办。金市长回头带着疑惑，电视上正在播出他和军火商的交易画面，交易涉及的天文数字金额引发了公众的极大愤怒。金市长当场愣住了，他立刻准备去处理舆论危机。阿宇怎么可能同意？很快就将他制服，随即夺过他的手机，拿出一系列的犯罪证据，狠狠地扔在他脸上。赵爷得知后急忙想封锁媒体，这时却接到了阿宇的电话，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图，孤立无援，决定孤注一掷，打算把赵爷也拉入险境。赵爷焦急地询问金市长是否会背叛，对方却已做出了决定。面对一大堆罪证，知道自己无力挽回，他选择了跳楼自杀，独自承担所有罪责。很快电视上就播出了金市长的死讯。赵爷这个不择手段的人，听到这消息还是感到一丝愧疚。报仇后的阿宇直接找到金叔递上磁场，拒绝了去美国研修的机会。离开检察官生涯的阿宇并没有放弃，他选择了另一条对抗赵爷的路，那就是进入政界。早些时候，阿宇已经联系了黄野，请他帮忙安排一个竞选名额。赵爷得知这一切后，被阿宇的荒唐行为逗笑了，他立刻安排与阿宇见面，询问为什么宁愿放弃检察官职位，也要处处跟他对立。阿宇只有一个目标，那就是打败处于权力顶峰的赵爷，但跟赵爷竞争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他警告阿宇，你现在既无权也无势，怎能与我抗衡？两人谈话不欢而散，阿宇很快就离开了。路过秘书处时，秘书还劝他三思，没想到阿宇反而劝秘书，他向秘书承诺一定会依法处理他，还提到了前世的那份约定。说完这些，留下联系方式后，阿宇转身离开。选举如期进行，赵爷那边的记者大肆报道，公众的支持急剧上升，而阿宇这边则显得更为冷静。电视突然曝光，挖出了阿宇学生时代的校园暴力事件，
报道者就是曾经欺负他的那所学校，还有他醉酒后的新闻，被描述成阿宇企图侵犯女生。赵爷抛出的爆料接连不断，阿宇的形象急转直下，支持率也骤然下降。但阿宇似乎完全不在乎，他接回即将前往日本的韩美，与秘书约在教堂见面。阿宇透露了自己的计划，请求秘书在关键时刻站出来，给赵爷致命一击。问到阿宇该如何东山再起，他即将娶的正是天下集团千金小雅。听到这消息后，他的父母两人当场呆住了。不止如此，他的这一世的朋友们也都知道了，阿宇这么做是为了让话题更热，目的是澄清那些诽谤他的新闻。虽然大家都很震惊，有人心里也感到很难过。之后，阿宇在记者面前宣布，要公开跟赵爷对抗。在外界压力下，赵爷只得前往约定地点。不久，两人的辩论按时开始。赵爷提到阿宇在校园的暴力行为，劝他赶紧退出选举。阿宇则提到了半岛银行的事情，这都是赵爷为了控制金融圈的行动，还放出了一些关键的视频证据。接着指出赵爷的亲信，也就是自杀的金市长涉及的犯罪，都是赵爷指使的。拿出了金市长的手机，展示了里面的非法行为，直接面对赵爷质询。赵爷立刻利用电视直播，以保护死者隐私为由，打断了阿宇的发言。而赵爷这边也准备充分，他说自己亲信的死不是偶然，与阿宇有很大关系，放出了阿宇制服金市长的视频证明，质疑阿宇如何逼迫对方导致其死亡。两人的辩论势均力敌，但确实让选举话题再度升温。当赵爷离开辩论现场时，他的秘书此时却不见了。原来秘书参加了韩美主持的法律节目，他以赵爷的贴身秘书身份公开发言，爆料赵爷多年来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，用资金害了人命，还把自己的哥哥培养成了杀手，拿出录音来证明这一切。这爆料就像晴天打雷，让赵爷当场愣住了。这事发生之后，赵爷只能急忙离开，还联系杀手把秘书带走。秘书刚走出门，前面突然出现一辆车，原来是派人出手，杀手已经被阿宇打倒。立刻有人找到教练和阿硕来保护秘书。不一会儿，阿宇就接到了阿硕的消息，得知他们被杀手追踪。阿宇立刻赶去支援。如今赵爷被众人抛弃，被曝光的内幕接连不断。这时阿硕和杀手站在了一起，在教练和阿硕的共同努力下，杀手依然十分强势，甚至直接把教练摔晕了。就在这时，杀手打开车门想带走秘书，阿宇及时赶到了现场。一直困扰阿宇的杀手终于迎来了决战的时刻，两人无需言语，直接与杀手展开搏斗。经过一番激烈交手，阿硕成功制服了杀手。阿宇空中发力重创了杀手，对方视线开始变得模糊，逐渐不敌阿宇。阿宇占据上风，动作更加凌厉，用膝盖猛击对方下巴，再次给对方造成重创。这一轮攻势，杀手终是无法抵挡，已经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。阿宇正要挥拳的时候，这时杀手的手机响了，他用尽最后的意识接起了赵爷的电话，告诉对方任务没完成，然后把电话递给了阿宇。虽然赵爷的大楼已经倒塌，他还是对阿宇说自己绝不会被抓到，他唯一的错误就是让这个国家变成现在这样。杀手被押上警车，那个犯了很多错的秘书也会受到惩罚。赵爷一个人站在屋里，满是忧伤。这位年老的老人开始显得有些疯癫，他身边的亲信纷纷离去，有人背叛了他。昏暗的屋子映衬出赵爷的迷茫。曾站在权力顶峰的赵爷，他庇护的人也开始被逮捕。阿宇在监狱里探望被抓的秘书，虽然在监狱里，但秘书看起来很轻松。他在阿宇出现前就已经在策划抓赵爷的证据。秘书小时候，赵爷冲进火海救了他和他哥哥，满怀感激的秘书带着鲜花去找赵爷，却听到了赵爷和手下的对话。原来这场火灾是内部人策划的，那个救命恩人的形象顿时崩塌。现在他终于可以为自己而活，他羡慕阿宇有好朋友的陪伴，而阿宇也向他保证，等他刑满释放，一定帮他活出精彩的人生。出狱后，阿宇以政客身份走进了检察官开的餐厅，见到了明秀。明秀找到阿宇后，提到当初利用他作为门票的事。阿宇立刻看出了明秀的意图，他坦白地对明秀说，他会不惜一切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都要击败赵爷。这番坚定的话语打动了明秀，两人边聊天边，电视播报了一条新闻，赵爷逃亡期间被发现死在海边。明秀确认死者正是赵爷，但还是忍不住吐槽。阿宇明白明秀的意思，那些依附赵爷的人士都被逮捕了，但神奇的都被释放了，似乎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在背后操作。现在这事阿宇不再负责。和明秀谈完之后，阿宇去了阿万的病房，静静读给他听他喜欢的书。正当他准备离开时，阿万的手指突然动了动。阿万情况好转后，他的朋友们也来到了阿宇父母的餐厅。
阿宇在大家面前宣布推迟婚礼的消息，告诉大家，原来的婚礼只是为了对抗赵野，他们的关系现在才真正开始。他拿出一张机票，是去往父亲梦想中的巴厘岛。大家都非常高兴，但新的势力又悄然出现，那些曾被捕的人纷纷出现，把他们聚集在这里的是10大财团之首的千浩林会长。会长大步走来，他直接指出要重组曾经赵爷创建的秘密俱乐部，并自信地接手，解释了赵爷失败的原因，是因为赵爷贪图权力和财富，而他只需要钱，承诺会让大家恢复到原来的职位。众人站起来举杯，政坛风云变幻，赵爷的失败并未导致政坛崩塌，反而催生了更强大的对手。这时阿宇站在对面大楼的顶上，作为一个政客俯视这个国家。阿宇深知无论战争还是疾病都不足以摧毁一个国家，但一个缺乏正义的国家最终会灭亡。阿宇潇洒地转身迎向自己的新征程，